近年来，我国的航空工业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高，因此我国也开始自主研发大型客机。近一段时间，我国国产的 C919 大型客机非常受外界关注。前不久，我国的 C919 大型客机完成了首次局方审定试飞。据了解，上次试飞是在我国的陕西阎良举行的。在上次试飞中，我国与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一起对 C919 大型客机进行了自然结冰、侧风飞行以及失速等试验在内的430多个试飞科目进行了试验。经过2个半小时左右的飞行，我国的 C919 大型客机顺利地完成了全部的飞行任务。由此可见，我国的 C919 大型客机离适航证又近了一步。然而，这款客机的飞行试验并没有就此结束。近日， C919 大型客机再次完成了一项测试，这项测试可以说是新飞机的必修课。据媒体报道， C919 大型客机106架机于近日完成了建水转向试验的最后一次滑行任务。这项试验主要是为了验证新飞机在大量积水跑道上的运行能力，这是所有民用飞机在交付使用前一定要完成的一项试验任务，所以说它也被称为新飞机的必修课。与此同时，这款客机的驾驶舱也遭到了曝光。通过这一点，我们不难看出 C919 大型客机离适航证已经不远了。不得不说，经过我国的不断努力，这款客机的进展将变得越来越快。最重要的是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它或许能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。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，我国官方媒体报道，与 C919 大型客机相配套的长江1000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取得了最新的进展，目前正在准备装机考核。众所周知，我国的 C919 大型客机一直使用的是美国公司生产的 LEAP-1C 航空发动机，并且有消息称，这款飞机就是围绕着 LEAP-1C 航空发动机所设计、研发、试飞的，所以说这一点成为了它受制于人的软肋。此前，美国方面声称禁止对中国供应航空发动机，虽然说美国最后并没有这么做，但是这一点让我们意识到，在这个核心问题上，我们不能受制于人，因此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加快长江1000航空发动机的研究进展。等到这款由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发动机彻底运用到 C919 大型客机上面之后，我们将再也不会被美国卡脖子了。所以说，长江1000航空发动机对于我国来说至关重要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款航空发动机在经过我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之下，总算有了重大进展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它就能正式的装配在 C919 大型客机上。不得不说，我国在航空领域中的发展确实非常迅猛。近一段时间， C919 大型客机频繁进行各种试验飞行任务，并且基本上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，所以说它离适航证将会不远了。拜登刚上台，美国国会就通过新一轮1.9万亿美元的纾困方案。1.9万亿虽然不是从美国国库里面出来，而是用印钞机印出来，全世界也只有美国能通过印钞票，用无中生有的技能获得财富度日。但是美国多印的钞票是全世界给他买单，问题是最有钱、最有能力给美国买单的中国态度是不明的。美国2008年遇到金融危机，就发动了一次印钞机，当时欧洲、日韩和中国都比较积极响应，增购美国国债和购买部分美国企业股票等等。当美国金融危机过去以后，当时帮助过美国的国家都有不菲的收益，全球经济也重新恢复活力。那时候的美国是值得帮助的，或者说帮助美国等于帮助世界经济。2021年，美国疫情依旧失控，虽然换了新总统，但是美国国内太多问题暴露在全世界面前，甚至连美国引以为豪所谓民主灯塔、民主的圣殿国会山被抗议民众占领1天。美国现在可以处于至暗时刻，原因不是外敌入侵，而是国内矛盾激化。如果说美国被外敌入侵，其他国家可以出钱出兵帮助，但是美国国内矛盾激化，疫情失控，其他国家也难以出手相助。像中国只能出口几百亿个口罩给美国意思一下。现在欧洲和日韩也受到疫情影响，经济有不同程度下滑，向美国送钱的事他们不愿意，有也没什么能力。美国出路只能瞄向2020年经济唯一增长2%，世界第2经济体 GDP 达到美国70%的中国。美国值得再救一次吗？这是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，它是由很多个简单问题组合起来分复杂问题，而中国无
论选择救和不救，都能衍生出更多越来越复杂的问题。本文只极为简单讨论美国值不值得救，美国能救回来吗？美国的危机不是某个行业的危机，而是全社会性的连锁危机。如果美国政府找到解决问题的几个核心环节，那么还是有救回的希望。例如，假设先控制疫情，再恢复经济是绝对正确。如果美国政府照做，美国疫情得到控制，经济也能逐渐恢复。如果美国政府先恢复经济，再想控制疫情，美国就凉凉。美国能不能救回来，全看美国自己有没脑子了。救回美国，中国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和有什么收益？中国需要付出超发10多万亿人民币造成的通货膨胀的代价，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毕竟中国已经没有超大规模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，巨大资金涌入中国楼市或者股市都有极大风险的。中国救回美国有收益吗？最多还是那些印出来的美元而已。难道美国把波音、洛马等等优质企业打包送给中国？想多了。不救美国，中国有什么损失？只从美国自身逐渐崩盘讨论，不讨论美国崩盘带来的国际影响，中国要损失每年2000亿美元的贸易损失。当然那是不用美元计算损失了。最直接的，中国一批外贸企业又要倒一批。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任何农产品都没法得到质量和数量的保证，中国设备也无法获得美国稳定的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供应，最终中国被迫快速与现在的美国脱钩，重建新生产链供应。一旦我们熟悉的美国倒了，鬼知道新的美国是什么样子。最后说的直白一点，中国应该做好2手准备，准备美国又好了，继续大国竞争；准备美国倒了，怎么把自己摘干净，减少损失。这时候才讨论救不救美国的问题，也希望美国可以坚持到我们做决定的那一天。2月3日，美军一架RC-135S 侦察机现身黄海，飞行期间有一架美军加油机提供支持。RC-135S 侦察机是侦察弹道导弹的主力机型，被称之为导弹监视机，在装有高精度的光学红外探测装备的情况下，能够在第一时间探测到导弹发射时的尾焰，测量其温度以及光学特征。与此同时，还能测量进入大气层的弹头、计划弹道以及弹着点。最重要的是，还能准确收集、分析、处理相关信息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很可能与近期军事专家所说的那样，是来侦察我国相关信息的。此前，美军RC-135S 侦察机也曾经前往黄海上空飞行，从冲绳加手纳向北起飞后，突然信号消失。随后不久，一架显示来自马来西亚的飞机进入了黄海。对于美军进入我国领域飞行的事件，我军早已见怪不怪。如今不难看出，这是美国新政府的一种试探性活动。在美国新任领导人上任后没几天，该国派出军舰进入我国南海，其中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。此举是挑衅，同时也是在试探我国。跟这次美军RC-135S 侦察机现身黄海一样，有非常明显的战略以及战术目的，我们需要十分警惕。这也证明了拜登将会继承特朗普任期对我国的战略政策。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会因为美国更换领导人能够缓和的，我国人必须明白这个事实。至此，包括我国人在内的很多人非常疑惑，为什么不直接将其击落，给美军一记重击，让其不敢再来？我国完全可以学习俄罗斯战斗民族的精神。确实，俄罗斯在面对挑衅的美军非常强硬，常常把美军吓得跑路，是我国学习的榜样。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就拿这次事件来说，美军军机在闯过东海防空识别区进入黄海，从国际法上的严格意义来说，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防空识别区在不属于国家领空的情况下，别的国家的飞机想要飞行就必须要进行通报。如果没有通报，最多只能算是增加双方误判的可能，并不能直接将其定义为侵略。美军也很聪明，派出军机也不过是在边缘打转，没有进入中国领土，没有触及到国际法，我国就是想发火也没有直接的理由。因此，面对美军军机的这种恶心人的行为，我国一定要密切关注，以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。就如上述所说，美军军机很可能是想侦查我国相关信息，那么我们便可以实施相应的干扰，让美军一无所获，就算是来也获取不到任何信息。需要提醒美军的是，在采取相应的措施期间，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，就怪不了我国了。